算关键时刻，当中国持续在威吓台湾的时候，美国这时候出手了。他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只靠着金融制裁，把邪恶轴心国的伊朗整个都翻了过来了。现在伊朗情况有多严重？他们全部人哦，全部城市的人哦，整个国家的人全部都动了起来，大家上街头去抗议，每个人非常生气，他要他的这个哈米尼来下台，甚至今天从不管是在街道，甚至在一些所谓的小乡里面，人非常多，警察甚至连军队都出动了，完全没有办法去压住这个怨气。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伊朗的货币暴跌太严重，而今天最经典的画面是伊朗人气到怎么样？他们竟然针对哈米尼的看板，他们竟然丢了所谓的闪光弹，这个画面如果出来，这个动作如果出现，那是会杀头的，你就知道现在伊朗人有多气。好，为什么说货币暴跌让伊朗人这么气？你看到这一张图，现在他们的货币叫做里亚尔，结果没想到他们把里亚尔全部都丢在这里，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说，这里亚尔跟废纸一样。你能想到$1兑多少里亚尔吗？$1兑145万的里亚尔，这什么概念？今天有一个退休人士，他原本要退休了，他享清福了，结果他说他的退休金现在只能撑10天，因为你再这样子暴跌下去，你连生活你都不用生活了。他们现在对伊朗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存之战。对，没错，是啊，赵人啊，伊朗出大事了。为什么出大事？你看，我认为说这个伊朗的这个神学式政权，特别是何美尼为首的这个所谓宗教团体，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或是几年、1-2年之内可能会瓦解，真的要倒了。对，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伊朗民众大街所有人都上大街去抗议。对，你看在伊朗的所有城市哦。说什么伊斯法罕啊、穆德黑兰啊，一大堆城市，全部都是民众上街头。为什么抗议？为什么抗议？你看他们有些人会把这个钱拿出来。你看我们上街头，我们不会把新台币拿在地上撒，他们会把他们的里亚往地上撒。所以他们现在民众生活多苦啊！你看他们要买药也买不到，然后买手机也没有人卖给你，任何商品都没有人卖给你。为什么？因为货币在贬值啊！现在商家就说：“哎，我买北离，为什么？我现在我的货品更值钱啊！我今天卖你10万，我明天可以卖你20万啊！所以没有人要卖，所以他们为什么上街头？民众苦不堪言啊！所以你知道他们甚至还说，他们还说，因为他们现在货币已经大幅贬值啊！你知道吗？伊朗现在他们的1年的存款利率你知道多少吗？23%。1年的存，因为为什么？你太高了吧？因为他要你把钱存回来。对，因为现在所有的伊朗的银行都没有钱了。你知道，现在伊朗有非常多银行呢，目前为止都破产哦。或是你看，我就讲，国有银行已经在10月已经破产了，然后影响大概4200万的这个存户的安全，还有8家银行面临解散风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把钱存在这个银行里面，而且大家都宁愿要美金，或是我要拿现货。现在他们甚至民众上街头去喊什么？哈米尼去死吧！连他们最高都是直接这样骂的。以前伊朗人是多么信这个哈米尼啊，对，就没想现在他们完全是俩拱的一个状况。如果来讲，为什么伊朗会走到今天？我想就是因为美国持续对他经济制裁之后，他又没办法从国外买东西。然后今年6月爆发的时候，他不是资助很多到这个所谓外面的神学式政权，一堆什么这个哈马斯一大堆，就他拖垮他的国家，他现在整个国家垮掉。对，垮了，我就讲他到底多夸张。你看，我们就1980年代这个70里亚尔兑$1哦，你看70哦，现在是145万兑$1哦，从70到145万，你知道贬了。里亚尔贬了多少啊？你看现在这个里亚尔，对，我要买一个菜，买手机好，对，我要给他这么多，好几叠才能买一只手机。这是多少？这是台币1万块的手机哦。你看他居然要用这么多里亚尔才能够买手机，知道人家这是什么状况吗？就有点类似1949年当时的国民党要崩盘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不是我们听过小时候很多故事，什么拿了1麻袋去买东西，然后都没有人要买，对，就是这样。我就跟你讲，现在伊朗就已经是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就是即将这个国家要崩盘了。这个很多应该没有人能够救得起来了。对，好，那民众多愤怒，你看大家都全部上街头抗议，丢石头一大堆。那你看，甚至还有民众这样，照你看，他们用着。这是哈米尼，他们国家他们最高领袖神学政权，哈米尼是神跟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你看他拿一个闪光弹丢他，你知道伊朗人如果真的生了气，
俩拱起来，那很凶的。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有点像我们台湾戒严时代，你拿那个闪光灯去丢蒋介石的这个铜像，头都掉了。对，就有点像在中国，你现在拿中国去拿这个所谓闪光灯去丢毛泽东，或是你去丢习近平，你试试看。对，他们现在敢这样做，你就知道他们多生气。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我们知道64不是曾经有这个坦克人的这个照片吗？好，他们现在有一个伊朗版的坦克人，你看跟当时的这个气氛非常像。你看，这是伊朗的军警，然后就有一个民众要挡住这些军警的时候，他把他的外套裹住他自己，这个状况，那就有点类似这个64坦克人，真的，一模一样的。对，没错。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吗？主要也是因为他旁边坦克人旁边有一堆人，也就是说那些警察是要抓他们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姑且叫他守在前面的感觉，我们姑且叫他蒙衣人，他就躲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不让你过，那让后面的人完全跑掉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了，我跟事后来说的话，这个坦克人已经就被逮嘛，因为你就是阻挠这个警察的一个状况嘛，对。那好，那但是你看这些人就赶快逃走了，而且你看到那个画面，刚刚那个烟雾这么多，对不对？对，大家都在跑，对，只有他一个人，是你杀死我都没关系。你撞我都没关系，我要保护我其他的伙伴。所以这就有点类似像64的这个坦克人这样一个状况。当然，我觉得这个会变成是一个这个所谓这个 icon， 大家会觉得这就是这一次这个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影像。好，在德黑兰的商场里面诺大的商场里面就有人喊“哈米尼去死”这样，独裁者去死。对，你看就这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照你知道。他们甚至还推倒现在伊朗的神学式政权的国旗。你刚刚喊完之后，全部人陪他们一起喊。对，没错，你就知道说什么状况这是民心的这个状况。他们推倒现在伊朗的国旗，甚至他们拿起以前王室的国旗，拿起王室的国旗来说，你看，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西北部的这个城市叫哈马丹，他们数万民众在高喊什么“国王万岁”。照你看，他们居然希望，他们曾经推翻巴勒维王朝，他们居然现在居然在喊“国王万岁”。对，那甚至当然警方当然就马上就开什么催泪瓦斯啊，这个汽油弹一大堆，跟这个直接开枪也太凶了吧？没办法，因为现在目前为止，真的这个国家真的已经处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好，那当然你召唤国王万岁，国王的王储当然就要跑出来嘛。这是流亡在海外的巴勒维的，对不对？他们后代的王储，他马上就说：“我们向你的问候。”那各位行销人员，还有所有的掌控街头的巴扎里，他居然讲了这几个字，我们跟他讲一个，以后会，因为巴扎里非常重要。他说：“我还要特别向安全还有执法人员传达一个讯息，这个体制正在崩溃，不要跟人民对抗，加入人民的行列。”你看，他已经公开在喊话，军警啊、军队啊，你赶快倒戈啊，拥护我们这个王室回到这个伊朗的状况。好，那我就讲，事实上现在除了他这样出来之外，王室的这个王储出来喊之外，你看德黑兰的大选。德黑兰大选就有点类似我们台大了哈，然后现在不是袖手旁观的时候，而是站起来的时候。哇塞！对，然后要结束这个独裁统治的这个呼声更加响彻，然后德黑兰大选就从未沉默过，学生也全部起义了。对，好，那除了德黑兰大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德黑兰的这个贝赫什提大学。贝赫什提大学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他们党校啦，就是他们神学式政权的学校啦，哈，它居然也发声明，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生活条件恶劣，还有普遍存在的腐败，我们打算跟进行抗议的活动一起成为抗议者的代言人。你可以试想吗？国民就有点类似像国民党的党校居然出来抗议这样，这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真的要翻嘞！对啊，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开始，你看，而且国家这个伊朗国家的这个电视台的头条还播放了德黑兰商人还有行销人举行大规模抗议的画面，他们电视台也在播报这个东西，所以你看，现在连电视台似乎也是觉得说这个风声不太对啊，好像对当局的这个政权不太好。所以哈米尼真的要惨的。对，没错，我就说现在他已经控制力慢慢在减少。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这个王储说掌控街头的巴扎里吗？他讲了这句话。好，那为什么他会特别点名到巴扎里？事实上。巴扎里很简单，巴扎里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中东国家会逛那个大市集，对，那就叫伊朗的大市集就叫巴扎里。所以你看伊朗的你看就是巴扎里的入口，那进去里面来说，你看都是一些金碧辉煌的商店一大堆，非常的漂亮，雕梁画栋的非常非常多。好，那事实上我跟他讲，巴扎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巴扎里这个东西呢？对，因为巴扎里其实以前就是因为伊朗以前是这个丝路上面非常重要的国家。然
那包括说像这个伊斯法罕呐，或是德黑兰呐，或是哈马德等等城市里面都有这种大市集。过去可能就是丝路的所有商家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巴扎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百货公司，还有他们最重要的所有大商人都在这个地方。是卖很多东西，而且很漂亮。大商人都在这边，他们都是很有钱，当地最有钱的人全部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等于是不只是他们，而且所有民众都会来这边逛街，在这边买东西。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所有伊朗民众的生活的重心。对，那我们讲巴扎里的大商家，他可以影响的人非常多。譬如你都跟我买东西，他就变成是条咖，你知道吗？对，所以那变成是非常重要。他也是伊朗里面数一数二很有钱的人，有钱，然后他又有社会地位，然后又有宗教，又有这些所谓势力哈。所以他们有什么年轻人很多在那边逛啊？那你看有什么昂贵的很多商店，还有黄金一条街一大堆后，所以这里面来说有钱人非常多啊。甚至还有人就说什么？他说巴扎里还是统治阶层的这个精英的后盾。他说有一个他看到一个巴扎里的人，他说他的身家可能就是有数千万，还有数亿美金。哇，都是在卖黄金的。对啊，有钱到不行。对啊，所以我就说你可以看到他的金条金链直接挂在外面的。你看，因为伊朗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平常就那边买黄金、买金饰、银饰嘛，所有东西都在巴扎里嘛，所以巴扎里就变成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好，那为什么巴勒维会喊巴扎里呢？对，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巴勒维亲王他对巴扎里，他觉得啊。那是你们做生意的事，我没有管你们这样一个状况，就没想到，你看，他说在伊朗革命之前，巴扎里控制了大概全伊朗2/3的国内批发贸易，还有30%的进口额，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个消费市场，所以等于内需都被他们管控。对。但是当时的这个巴勒维呢，他觉得说，那你们就做你们的生意，我不管你。但是没想到何梅你说什么，我就跟你说，你们呢，如果你们真的要挺我的话，以后啊，我们革命成功，我会给你进口许可证。这样的状况，那他说呢，伊斯兰共和国一定会全力的保护巴扎里，反之伊朗，巴扎里必须有保护证。他收买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对，所以所以你知道，因为何梅尼跟这些巴扎里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反正你巴勒维不重视我，我就跟何梅尼合作。所以你看，在整个抗议的过程里面，巴扎里，因为巴扎里是怎样，他们就被称为叫什么？1979年伊朗革命的幕后黑手。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钱嘛，赵尔。它里面有非常多商家，对，商家可能有跟我往来的人，咱久会来上街头，上街头的时候，巴扎里又有钱，所以等于是说最重要的民间就有点类似像我们政坛里面都需要很多条啊咖嘛，他们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起来抗议的嘛。抗议来说的话，你看，尤其巴扎里支持1978年的反抗国王的斗争，受害还有家属，然后并为1978年的5月开始的大学生还有教师反抗罢工者提供这个财政支持，然后该罢工于1978年秋季蔓延到工人还有公务员啊。石东哥，什么叫做提供财政支持？简单讲，我的急嘛，安家费啊。对，没错，你只要革命，我帮你处理啦。所以你看，这等于是说1979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何梅尼在海外流亡那么久啊，为什么你一回去之后能够？这个所谓撼动整个巴勒维王朝，当然巴勒维当时也是贪污腐败啦，但是你看，因为有巴扎里这样一下去之后，那就整个把它推翻。好，所以呢，我就讲他现在为什么要号召巴扎里，因为巴扎里这些人现在很不爽啊。对，你说你何梅你要保护我巴扎里，我巴扎里保护你啊，但问题是现在巴扎里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你看到这是巴扎里现在那边的所有商人，连这些人。店门关了，对，我直接上街来抗议。对，为什么要上街抗议？我刚才不是讲到吗？他们的货币大幅贬值。对，大幅贬值的时候，他们就说啊，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控制不住大幅贬值的状况，怎么办呢？那就让这个伊朗的这个央行就请辞吧。那你们伊朗央行请辞之后，他们的货币只贬没有，继续贬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吗？巴扎里要卖东西，对，赵尔，我现在我愿意卖东西吗？我不愿意卖东西。我们一开始不是讲。你买一台 Galaxy A56，那一台1万块台币的这个，你要一整排的巴扎里，这个他们里亚尔的钱，对，你觉得这些巴扎里的人会要这个钱吗？我才不要！而且我今天卖完你，是明天就变更贵，是，我是笨蛋我才卖你，除非你给我美金，对，或者除非你给我以物易物，我才给你卖。那你觉得有那么多人有美金吗？没有，那有那么多人可以有义务，所以
如果你是巴扎，你会怎么样我？翻脸，关门。我没有生意做了。对，关门，然后同时上街头。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呢？这个巴勒维呼喊这些人，你跟我一样，反过来这个帮我打倒现在的何梅尼政权嘛？哈，那我就讲，现在不只是这个巴扎里人出来抗议，那还有更夸张的，因为有一个员工退休，他说什么？我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账单啊，里面有52万这个里亚尔，然后再40美分，然后就没想到飙升到3200万里亚尔，大概25美金。为什么？因为我就讲，因为他们现在呢，不是伊朗国内连些民生必需品都没有，甚至连汽油都没有。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伊朗是产汽油大国，结果他们居然涨汽油的钱。他真的很惨。他说我的退休金，来，你看到这一段，可以维持半个月生活，但现在我连10天我都撑不下去。因为很简单，因为你货币贬值啊。我就讲好，假设今天我就举个台湾例子，今天台币是1:30，后来变成1:42，你买的东西都变得更贵啦。对，你当然是没有钱，你的钱就能够撑下去的天数越来越少啊。那我就讲，他们连石油都上涨啊。你看石油从40美分飙到25美分，你可以想到25美元呢，40美分对到25美元，你就知道说这个影响到底多大，他们完全撑不下去啊。所以呢，他们就说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说我们要继续提高税收。赵和，你看你就让人家完全就承受不住的一个状况嘛。好，所以你看现在他们在抗议，街头一大堆抗议啊，然后很多家的这个手机，这个购物的中心类似是光华商场，民众就出来抗议啊，然后一大堆抗议画面，他们就完全受不了的一个状况。甚至我跟你讲，最惨的是什么？不只是他们所有商家都不愿意做生意之外，还有什么药？因为伊朗的药其实都来自海外，对。但问题是伊朗被美国制裁。被美国制裁之后，你看越制裁之后，他们拿不到海外的东西，对，他们药是慢慢越来越库存都没有，所以呢，有些老年人原本是说，我感冒，我可能要吃一堆药，就没想到现在不好意思，现在药是一颗一颗的，你只能吃这一颗，那你现在是在吃这一颗，没有药，而且又非常贵，对，你没有办法买得起，对，所以我在说，现在伊朗是真的完全面临到经济大崩溃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大家完全受不了嘛，好，那我就讲，那你知道现在这几天的时候，不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纳坦雅胡去美国访问吗？你看他在那边讲，川普马上就出来说，他说啊，因为伊朗现在，因为他们现在伊朗为什么被制裁，就是因为你伊朗还要继续做这个核子的这个相关的，他就说什么，如果伊朗啊要重建核计划的话，我们会采取行动。那我听说伊朗试图要重建，如果属实的话，我们会痛击他们，他叫 knock the hell out of them。把他们踢到地狱去了。他就说什么啊？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我希望他们不要再做，因为我们不会想把燃料浪费在一台 B2轰炸机，就是还要去轰你，太麻烦了。这37小时，我们不要浪费那么多燃料。所以我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整个伊朗，我跟大家讲，按照我们过去看到所有国家的经济走到这样的局面来说，其实大家都已经撑不久了。伊朗这很像什么？对，苏联解体前的样子。是没错。你要靠着俄罗斯救吗？不太对。对，靠中国救吗？他也没办法救。中国现在不会救他，中国先知道说这是一个没办法忍受的这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他们民众会抗议？你看现在民众，尤其很多女性现在出来抗议。你知道他们我们过去神学都是非常重要。你看现在居然有人敢在很多人啊敢在这个伊朗的街上摘掉这些神职人员的头巾。你就说他们抗议到什么？那甚至还打这个所谓神职人员。对，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如果对比1980年代的巴勒维是王室贪污腐败，但是我跟他讲，神学士政权他们就是另外一个王室，对，也是贪污腐败，因为他们也是世袭制，很多虽然可以民选一模一样，跟王室一样贪污腐败，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抗议这些人啊。那尤其是我就讲，他直接把帽子给摘了。尤其是这一次有很多女性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女性出来吗？因为现在的女性，你看伊朗的女性现在是要这样。你上街头要戴头巾，要穿的非常的这个全身都是穿的黑纱。你知道1970年代，你看伊朗女性是有这样子的。你看，你曾经想象过吗？伊朗女性以前是可以上大学的，然后以前可以穿比基尼，可以非常好的这个气氛。所以现在很多伊朗女性、伊朗商人，大家完全出来抗议。为什么？因为他们似乎想要回到那个巴勒维的时代。对，所以来说，目前的伊朗的神学式政权可能垮台的时间慢慢逼近了。宇轩，川普真的不在开玩笑，光一个经济制裁，伊朗整个都要被拔掉。而且我们看到什么？委内瑞拉太惨了吧？不是说运毒船出去轰吗？结果没有哦，从海上要打到陆地上。川普说什么？哦，对，我们要打港口，但不对哦。你看这画面，这叫港口吗？
它这里面的工厂爆炸了。对，以前我们讲有无限制潜水艇政策就没想到美国现在把整个委内瑞拉封锁起来，不让它任何一艘货轮也好、油轮也好运到海外。结果现在战火已经直接打到你的内地去。为什么？因为你仔细观察它虽然说是港口，但其实根本不是，它是类似像一个工厂。而这个工厂为什么要锁定它呢？其实是美国包括 CIO 特别去挑定这个目标，精准打击。对，也就是我要毁掉你毒品工厂的源头，而且这是一个转运站。所以你知道吗？在委内瑞拉这个佐利亚州这个地方，化工厂直接爆炸。各位你仔细看它不是一波，它是炸完之后，蹦蹦蹦，它连续炸了好几次。你看有没有看到？已经炸了之后，这不是被投递的是它内部自己因为有这种我们讲化学制品高温燃料燃烧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发这个 Primazo 可是要此地无银300两，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发生这个状况，美国已经跟你讲说，我就是特别来炸你，就委内瑞拉呢还跟他的民众糊弄说没有啦，那只是不小心意外啦，那个是我们讲电线走火啦，那个绝对跟那个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川普说什么？ Two nights before we strike them, knocking out very very hard。他就跟你讲，狠狠的打击他们了。那你信川普还是信委内瑞拉？不用讨论嘛。来，独家中情局这是谁 ？CNN 对，不是挺川普那边对委内瑞拉海岸港口设施发动无人机攻击。好，抓到凶手了。所以是无人机嘛？对，他们等于是用无人机精准的瞄准跟打击，而且这一项任务是通过谁呢？在海湖专员马拉狗他这边呢，直接证实说，的确这就是由我们摧毁。而且你知道最近在邻近地区的海域，它也没有闲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最近又狙击掉一艘我们讲想要跑到外面的运毒船，总共你知道杀了多少人吗？已经107人，对，到现在为止107人了。我讲，我是亲门打吼啦。美国它一步步的，它不会只有到这边为止啦，它等于在试水温。我从外地，然后包围到你的内地，内地之后，我再往你更首都的地方去嘛。所以你看 ，Bloomberg 他都在讲一件事情，委内瑞拉真的怕了。来，这是他2014、2015、2016、那时候他产油量外销的时期，你看出口这么大宗，对，结果呢被美国制裁之后，这时候已经掉到谷底了。结果没想到，因为川普呢再度下他的禁令，你知道逼得委内瑞拉怎么样吗？关油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即便油价这种崩他也不愿意把油田关掉，因为油它不是像你想的水龙头打开就出来，关起来就没了，它那个是有一个液压状态，它不是液体的，它是半固体的。所以你如果把它锁起来的话，我跟你讲，那个油井直接报废油井就报废了，它可能会凝固。甚至是它压力可能破坏之后，你要花超过10倍、100倍的金额才有办法把它重启。对，所以一般来讲不愿意关，结果委内瑞拉跟你讲说，我受不了了，好不好？我直接关，减少到只剩我们讲50万桶，总每天的全国产量呢，110万来讲呢，我们讲它是减少了15%。所以换言之，它已经大幅度的把它最珍贵就是这个区域。原本这个红色区域你看有没有看这个蓝圈圈？这是它产油的一个大地。而且你知道这个产油的地它特别在哪里吗？它是生产所谓的重质量的原油，所以它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比较低廉价的那种轻的原油。所以对他来讲，你一旦关了之后，等于是我这个地就已经废掉。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而且它是最赚钱、经济价值最高的。对，那为什么要关？因为理由很简单它的储油槽已经全满了。不然你要它怎么办？我不能卖出去，一卖出去我就被抓，我就被炸了。对，它卖不掉，然后也没有地方放。那你如果不关的话，难不成放给他在那边天女散花，在那边喷吗？所以委内瑞拉现在整个内部经济出大问题嘛。所以呢，你看先前他是不是还给你找什么大妈国民兵，跟你说要跟这个美国呛虾，非常的勇，非常的硬。结果呢，现在跟你讲说没有啦，公生球啦，来。我们来扫毒，你看这个画面，荧幕上哒哒哒哒哒哒，委内瑞拉也扫毒了。对，这是官方对，释出的影片我跟我讲，作秀味有够浓。你扫来，你给我扫毒，还带一个高画质摄影机，还拍得好好。你们看到里面有一个类似像小飞机的东西？对，他把那个私下的机场跑道，也就是毒枭的机场跑道给炸毁。总共说我们摧毁了8架。拆除了4个跟那个我们讲贩毒组织有关的后勤营队，甚至是委内瑞拉自己的战略作战司令。多明哥直接跳出来讲说，我们是和平法治的地方啦，我们绝对不是跨国组织的平台。来，我问你，讲这些干嘛啦？讲这些干嘛啦？他要求什么？求和，不要打我。高抬贵手啊，大哥，饶过我。那我问你，美国会不会饶过你？美国，你傻了？你以为他真的是为了毒品吗？当然不是嘛，他要把他的后院清剿干净，回复到以前那种门罗主义嘛。所以你知道吗？委内瑞拉叫天地不灵，叫地地不灵，所以他叫谁？叫中国老大哥，说中国来。这件事情扯到我们台湾对，跟我们台湾有关
来，你看这是卖给谁的？海马斯火箭弹嘛，卖给台湾的，卖给台湾的嘛。委内瑞拉说什么？南华早报引述委内瑞拉外交部声明中说，这项军购干涉了中方的内政，也违反了华府所做的国际承诺。支持一中原则，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啊，我心里想说，关你委内瑞拉屁事啊！你看他现在为了要去巴结中国，一直在骂台湾。对啊，中国有理他了吗？不是，他自己被打到头破血流了，他跑来管我们的军购案。大哥，你开玩笑吗？那我理中国没有理，对不对？来，有发一篇文章呼应他，中国回应是这样子讲的哈特朗普转向远交进攻，委内瑞拉真的围了，真的围了，不是这居了，不是你像我是委内瑞拉，你是中国，对，大哥救我，然后你知道你说什么吗？真的围了啊，对，他说你完蛋了，你死定了，你完蛋了。然后这个是梅新玉哦，他以前是推11.5的经济学家，你不要以为说他不是什么他是大咖11.5，而且他到2024年，包括14.5，他还有参与在其中。他说委内瑞拉对抗美国，这个经济跟社会治安混乱，民生困苦，所以呢产生非常大的问题，而且里面有委内瑞拉有美国的带路党。什么叫做带路党？这个讲好听啊，那个廖别啊，也就是说本来就是反对马杜罗政权，本来就是想要把他们推翻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通膨率，我们直接给各位看数字，从2020年开始哈，这是它的什么？这是它的我们讲的通货膨胀率。你看2355，这个后面是百分比，代表说成长23倍。那到今年呢，它也成长大概1.8倍。所以换言之，委内瑞拉的通膨是居高不下，而且人家预估说，可能到了明年度会再度飙高到7倍，也就是700%。那你说，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下，你连民众都难以生存，甚至是被人家拍到一幕，还记不记得诺贝尔和平奖那时候的得主来？这个是谁？马查多。结果他民众来靠着窗边，跟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拜托你们，还归我的自由，救救我们委内瑞拉的国民！”我跟各位报告，你在那边打扫毒啦，你在那边原油降产都没有用，因为川普很显而易见的，他就是要把你政权给整个推翻掉。玉峰哥，现在真的出大事了！你看哦，伊朗、美国出了手，中国有没有帮忙？他没有帮忙。委内瑞拉小老弟他都这样讲话，中国还是没有办法帮。好，柬埔寨你应该帮吧？没有。你看到泰国更凶了，我杀已经杀到柬埔寨，坦白讲都要打到核心去了。结果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不要忘了柬埔寨有个习近平大道，他们真的要把那个地方给毁了吗？对，当王毅出马的时候，代表说中国已经动起来了。然后呢，大家在云南不是讲好了吗？27日的12点要比赛结束了，大家不能乱搞了。结果你知道吗？泰国没有再给你函扣的，泰国直接在时间到之前呢，持续的狂轰猛炸，这个是已经协议签好了。对，你有看过人家停火协议签好，剩下最后几分钟、几小时，坦克车给我开进去，然后呢就开始强烈的炮击吗？对，我很少看到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可能只能证明一件事情：泰国没有在手软，所以呢，泰国的坦克呢直接狂轰猛炸，然后呢还用了 LG4的榴弹炮跟60毫米的突击队的迫击炮。为什么呢？因为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取得最大的战果。反正我武器都已经运来了之后呢，我要趁着最后做收割。什么意思？因为到时候时间到了，能不能打？恐怕是不能打了。但是呢，我又不是很信服你，所以呢，我就在时间到之前，竟然 F16给他开过去，又是那个杀手 F16，你又开过去，然后呢，开过去之后呢，直接炸了40枚的导弹，这个太过分了吧？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想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能够把占领的区域拉到多大是多大。F16再丢40枚炸弹，然后呢，在泰缅的边境还有我们过去讲过这些度假村，泰国就告诉世界说这些不是度假村，这些呢是诈骗园区，而里面的赌场呢也是给诈骗园区的人使用的，所以再炸一次。对。没有跟你客气的，甚至呢，他也不管后面到底是不是中国老大哥，我现在只要能够多拿一点领土，你最后是拿不回来的。可是呢，对柬埔寨来讲，金边如果被打下去的话，那这个事情不能收拾啊。他从外围慢慢打进来，打到金边就出事了啦。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柬埔寨一直呼唤大哥救我。那你要怎么呼唤呢？如果你直接写了一篇公告或者是国情咨文，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需要中国大陆的帮忙，那显然不是很好看嘛。对，所以呢，柬埔寨做了2件事情，而这2件事情你看起来第一时间你会觉得有点冲突，
但你看进去又不会显得那么的荒谬，你知道吗？柬埔寨过去来讲已经有个毛泽东大道了，对，然后呢，去年又弄了一个习近平大道，而且习近平大道在哪里？就在首都金边里面。对，这个路漂不漂亮？漂亮吧？对，你在金边，你很少看到这么笔直的。但是呢，它不是用其他的人命名，直接用这个习近平大道。对，你这个东西弄完之后有没有？除了剪彩开幕之后，后续还有挂牌仪式，就是这个，就是习近平大道。然后呢，还找了很多的高级外交官去，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呢，你看到了吧？要回去跟老板讲哦，我们在金边以前有毛泽东大道，现在有一个互相辉映的习近平大道。然后呢，有开幕有挂牌，后续都有处理。所以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必须知道吧？那中国现在来讲的话，他的态度就变得很暧昧。其实泰国一开始也是他的小弟啊，后来呢往美国那边去靠了。但柬埔寨他可是铁杆的你的小弟，你救还是不救？但是呢，你看哦，现在只能做一些什么紧急人道的物资，不敢直接跟泰国硬刚。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跟他硬刚下去的话，你后续泰国后面是谁？F16的是谁？就是美国啊。所以呢，现在来讲，只能用这一种方式。不管你要怎么样说，反正我这个名字呢帮你挂上去了。然后呢，习近平大道大哥，你要看看小弟现在水深火热啊。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一件事情，汪文斌大家过去来讲，就是刚刚今年7月份挂习近平大道匾额的那一个。对，大家过去来讲知道他是发言人，所以呢，对他是颇有印象的。其实他已经到那边任大使了。好，你看到没有？这个画面是一个歌唱比赛，中文的歌唱比赛。然后呢，大家都坐在后面，只有一个人坐在龙椅上面，就是谁？就是汪文斌。这张椅子，他是皇上吗？这感觉就是这样啊！大陆的网友就说啊，你看他在那边就是大老板啊，然后呢，到35国摆出太上皇的姿态。其实你看这个画面，真的觉得有点冲突。为什么呢？你当然是客人啊，那你客人你坐在这么大的一个主位，不但C位，而且呢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宽，前面还摆了一个小台子。那这个把什么意思？把面子都做给你了，大哥，那你要回去怎么样？回去要好好的帮我们啊！可是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那你得要看看泰国同不同意。如果这停火协议真的一次搞定的话，那代表中国还是有实力在中南半岛有办法去处理。如果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停火前半个小时你还狂轰猛炸，停火后你要是再乱搞的话，那柬埔寨到底还能够向谁求援？国珍哥，我们7年才讨论到2024的 GDP 竟然少了1000亿美元，东西去哪了？不知道。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大家在讨论中国很强啊，出口1兆美元的商品。当时大家讲说不行，这样是等于是剥其他国家的皮。结果现在这个1兆美元的出口也是假的，也是买来的，我真不敢相信是集体诈骗习近平，大家都在骗习近平的钱，你知道吗？今年1到11月的中国出口竟然达到1兆美金，成长21%。现在是谁讲了？你知道吗？第一财经，这是上海自己的官媒上海广电集团官媒点出来的。近年来全国各地多起买单出口的涉诈案，他讲涉诈案诈骗然后怎么样吗？买很多出口买单购买出口金额都是假的，然后骗什么？骗补贴奖金大量出口，然后给当地政府带来出口数据的增长，等于出口数据大量增长，地方官员都升官，然后接下来有很多补贴奖金，领了奖金之后可以领纳税人的钱，你要有多严重吗？好，在西南某省份。正在审理成立100多家空壳公司去买所谓的出口数据，然后骗了补贴2亿多。好，再来某内陆省份也是一样，成立空壳公司骗了过亿元，超过1亿元我告诉你中国大陆出口退税补贴的奖金是15%以上。所以1兆美金代表你知道吗？补贴奖金有超过1500亿美金，等于4兆多台币。而且更严重的是，你知道吗？还有哪些省份在作假？这个补助也太好骗了吧！结果骗完之后，破纪录的原来都是假的。所以官媒在讲什么？诈骗案，集体在骗中国政府跟纳税人钱。注意这笔钱是纳税人要扛所以等于习近平都被大家骗了。更惨的是，广东省也在骗。广东是中国出口大省，中国经济强省然后现在他把它摊出来这是实际上出港的金额了出港1、2、3、4，每一年都是这样。所以出港是黑色，这个深色这个出港的数量没有增加
结果出口量竟然增加这么多，23年之后出口量增加这么多， 2024年这一根也太长了吧？代表什么？广东省都有水分，而且水分多到吓死人，都在干嘛？骗补贴。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来讲，出口大量增加，你要大家好得不得了，增加20%。如果我们今天股市涨20%，全台湾放鞭炮了，企业大赚钱，开心死了，开心死了嘛，赚大钱了。结果，这才是真相嘛，这是华尔街日报嘛，工业生产利润大幅下降。本来10月已经掉5.5%，利润就减少，本来赚100块，可能现在又减了5.5%，结果到11月还在往下掉13%，这代表什么？可能真的都没有在生产，大家都在怎样买单出口，每个地方政府都在骗补贴，所以中国政府就要怎样大量的印钞来弥补财政亏空，因为地方政府刚才讲嘛，西南某省骗了2亿多，然后内陆每个省破了1亿多。大家都在骗钱，所以中国印钞已经印了16兆美金的钱，全世界你看彭博讲了，全世界才印45兆美金，有1/3是中国印的，它的金钱已经全世界最多了。结果它是怎样？房地产崩塌，因为现在想要救房地产，财政困难，用大量印钞去救房地产，借了信用说，没有钱啊，大家都在赔钱啊，对，大家都把钱骗走，骗去哪里？钱越来越多，没有人敢留。都往外跑了，所以变成很多地方官都贪污，把钱印出去，变成一个超级财务黑洞。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嘛，这是他自己习近平也是看到的数字，是《求是》杂志哦，自己官方的杂志去讲哦，照理来创新高，大家加薪啊，工作做不完啊，你订单接不完啊，结果有23个省份的低于平均水准，一直拉不起来，他就觉得很纳闷啊，为什么全中国可支配所得，这里是平均数嘛，4万多，41314，对，相当于台币18万嘛，怎么全中国有23个省份掉到这下面，怎么老是超不上来？为什么你们都没加薪？照理来讲，老板赚了那么多钱，你应该要加薪啊。对，你出口增加20%啊。经济学的道理很简单嘛，你出口订单增加，我大量的请人嘛，因为你工作不完啊，每天加班啊。以前东莞货柜车是一辆一辆开出去，半夜都在开，工人不断的请啊，全中国都在找工人啊。结果现在怎么样？薪水都加不上来。这个不是在开玩笑，这中国一半，甚至超过一半，薪水还没有比过这个平均值的。对。太惨了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扩大内需嘛。他一直在问的为什么通缩，钱都被洗走，怎么洗？你知道吗？他们很厉害哦。江西省某个官员商务局长他自己擦干股，你知道吗？直接买单出口，就是买那些数字擦干股，可以贿赂收贿几百万人民币啊，4万多的收入，他贿赂几百万。还有东南某省的官员，2019年他直接怎样要那个骗取外汇补贴企业，直接给他差20%的好处，等于例如我补贴100块，对不对？我骗到那个奖金20块给这个官员拿回扣，等于全中国上下都在骗这个补贴。所以大家现在在干一件事情，1兆美金，大家都在骗纳税人的钱，所以这个钱最后谁在付？中国纳税人在付，变成一个超大诈骗案。结果越滚，中国越没钱。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